现在周星堪比死神方便的搏击高手终于出现了。此人拥有极其深厚的搏击技术，擂台吊打日本选手手到擒来，轻松拿捏。这位日本选手名叫真边健太，正如他的名字所言，这家伙是真的变态。初看还以为戴着兜帽装高手，当日本选手的全貌展现给观众时，好家伙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胡子拉碴杂乱的头发，颇似野人成精了。也不知道这是日本人口口相传的行为艺术，还是这家伙真的邋遢。接下来入场的中国选手名叫周星。谈起军人拳王周志鹏，相信各位观众特别熟悉了解，周星就是周志鹏的大弟子。至此，周志鹏对于自己的这位大弟子寄予厚望，希望未来周星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，为国争光。话就不多说了。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周星痛揍日本选手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外貌收拾的不咋地，战斗力还挺强，直接与搏击小将周星扭打在了一起。反观周星则是遇强则强，举着拳头与其对轰。此时周志鹏作为教练在台下注视着一切，周星说什么都不会打退堂鼓，让师傅担心。日本选手的头发貌似起到了不小的防御作用，周星的重拳打在日本选手脑袋上，缓冲了许多伤害。而这个身高1.70米，而日本的真边健太是26岁，从身高条件上正要比他高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日本的选手的打得很有粘性，就是他抗打能力强，防守能力好，这是他一个特点。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火药味就非常十足啊，尤其是真边健太。我们看到周星打得很稳，很漂亮。周星这个年龄，和他在场上这个表现有点不同，就是少年郎。非常漂亮，你看这个周星的这个拳法力度变化。今天这场比赛，十分变态的日本选手的攻势还在持续增加，为的就是在首回合打出自己的比赛点数。不过，就算日本选手特别注重猛打猛冲，精准度相差了很多，周星不出拳也罢，一出拳就要精准命中，还能有条不紊地组织精准反击。根据比赛表现来看，日本选手只顾得上埋头苦干，没有丝毫进攻头脑，这样应对中国选手还是要吃大亏的。我看你们看了多长时间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对于正面的防守啊非常到位，也不给周星更多的正面进攻的这种线。我看这个周星主要通过的进攻点是我正面，我不管我上高，包括我后手的之前都这样。而我们也看到周星的这个拳法的线路，它是上勾加后直。而且在加强拳法进攻同时，还有一些腿法的扫击动作，作为一种破队，并且主要进攻手段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日本的真边健太开始打反击，只要你周星两位选手的重拳对轰从未停止，尤其是日本选手横冲直撞，犹如疯牛般，只想冲到周星内围。估计周星都没想到日本选手的进攻欲望居然这么强。不过这可是中国大陆，还轮不到日本选手在这耀武扬威。只要周星有一丝出拳的体能，就要狠狠招呼给对手。飞膝，我们看到这个周星的飞膝，他是加击腿的这个原地的，一会是倒计时，我这个超手拳，真边健太。检查，最后一个飞膝动作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蹬鼻子上脸的日本选手已经完全激怒中国选手，周星一记跳膝打出威慑效果，紧接着打出重拳重腿，给日本选手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下一秒，真变态的日本选手就被踢翻在地上。最令人想不到的是，日本选手起身也不忘抚摸一下自己的秀发，估计这家伙认为有头发的加持自己既帅气又勇猛。在第二回比赛里面，现在周星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，因为第一回合冲得太猛，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。但在第二回比赛里面，开局周星打得非常漂亮，又是后高点上头，原地飞膝，这个正方控制。在这个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一回合的那种战术啊，你在你这个冲得很猛情况下，我防守，但一旦你节奏放慢之后，我打反击。
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。周星此时正仇拳脚打得不过瘾，日本选手还在持续的往周星腿上撞。与其说日本选手来中国打比赛，不如说今天就是来挨揍送人头的。看着日本选手的头发，小编都想找人给他剃干净，说不定日本选手剃成光头真的会变强，也说不定。身兼健太也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对对方低扫的一种杀伤。他现在不是一味的进行一种防守，现在这日本的真兼健太，他的反击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好，速度很快。现在我看到周星的这种打击速度站架，而我之前2踢脚这种虚晃动作，因为他毕竟这个真正的身高1.62，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然后升上来。我们需要一个掌声送给两位。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圈内的组合很轻巧，在这种节奏做的这个控制上，现在周星控制一种掌握了一种绝对的主动。而这一回合第2回合，周星要比第1回合打得更加的稳健，就打得很清晰，强调这种有效的打。裁判慢慢间告诫这个周星，你的扫踢动作应该再高点啊！刚才有点挂住对方裆部这种嫌疑，利用一种口头的告诫。当然，在第2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，都是双方体力的下降。我们看日本的这个身边健太，你就看他的拳腿的一种组合，还是很有杀伤力的。第2回合结束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先不说日本选手打得怎么样，光论这份耐力也是让小编着实佩服。就算是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使，周星还是一如既往的做防守反击。日本选手不论多么凶猛进攻，都无法攻破周星的防御。周星趁机用腿法和顶膝再次将日本选手击倒了。当然，日本选手还是要在观众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秀发。现在进行强攻，刚才那个周星的推膝非常的准确，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.62，而这个周星身高1.70，比对方高出有8公分，有这种身高优势，所以对方在这个地方进攻任务，推膝进攻还是很奏效。这样的话，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。当然，现在周星利用这种拳法一种控制，上加后直，这是一种虚晃。因为在今天的比赛里面，第1回合周星冲得很猛，又是连续连续的2记飞膝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这个真边健太，毕竟他在泰国进行长期的训练。擂台上的2位选手正在拼命进攻，而台下的周志鹏也在不停指挥周星怎么打。日本选手已经多次被击倒读秒，失去了大比分点数，只能加强自身攻势来追击中国选手。不过根据时间来看，给日本选手扳回优势的时间不多了。此时，除非周星站着让日本选手揍，或者在最后时间段 KO 周星，否则日本选手获胜的可能微乎其微。周星的体能下降，这时候就给了真边健太有反击的这种机会，开始反击了。真边健太正面控制，尽量不让他进来，因为毕竟真边健太只有打进来他才有机会。现在周星还是要控制作战距离，有机会还要采用飞行动作重击对手，因为他现在拳的打击力已经在下降。现在我们看到真边健太一旦为何最后一人的尖叫声在哪里？这段时间对周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，因为现在周星的这种体能下降非常的明显。尽管现在周星想用飞鞋来打击对手，但是体能下降了之后，他就发不上力了，就发不上力了。又一个大凯拳run起来，前摆。
这时候场面上是日本的真边健太在控制周星，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非常明显。还有最后的10秒，周星坚持住。这是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，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飞翼重击过真边健太，被他强毒。全场结束，这样的话就应该赢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周星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周星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有喜欢拳击的老铁，麻烦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